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这个频道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运营，每天拍视频、写文案、收资料、拆解充电器、测试充电器，你们想看的充电器我都记录在案，一个一个的拍。今天这款充电器就是粉丝们想看的唯品特 Wacom 他们家的一款65瓦的3口充电器的一个评测。这个品牌好像是主打外贸的一个品牌，他们家还有瑞亮也是同一家公司的，整个盒子全部都是英文的。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咱们这个频道的支持和鼓励。咱们话不多说，先开箱看看这个充电器的外观。拿到这个充电器，绿色的包装盒几乎都是英文的字母啊，这边几个中文字，3C 认证的，氮化镓的。背面的话一样都是英文字为主，然后中文字在这里，这一边都是英文的，这一面也是英文的。这个应该是卖到国外去的一个产品啊。我们直接开盒子，这是一个单充电头，它是没有数据线的。这是充电头本体，说明书一份，内部还有一张 Wacom 的合格证。充电器一样的是采用的折叠插脚的设计。65瓦的标识，唯品特 Wacom 的英文 logo， 为3个充电口的设计，2个 Type-C 口，一个 USB-A 口，它们的内部舌片都是橙色。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重量 144.5 克，单充电头重量 106.6 克。充电器的高度60毫米，宽度的话是 46.5 毫米，厚度的话大概就是28毫米，连插脚的高度 76.5 毫米。充电器的规格信息 Wacom 的品牌，产品名称氮化镓充电器，产品的型号是 WP-U145， 输入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输出的话 A 口最高功率是18瓦， Type-C 1口最高功率65瓦， Type-C 2口最高功率也是65瓦。后面是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我们后面进行详细的测试。制造商深圳市锐创科技有限公司。双路绝缘，不要扔向垃圾桶，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非热带使用，室内使用。和 3C 认证，3C 认证信息我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充电器的外观部分看完了，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还是老规矩，进入实际充电之前，我们先看看这3个充电口，它们分别支持的充电协议的情况。这是这个充电器 Type-C 1口，它所支持的充电协议的情况，有华为 FCP 的5伏、9伏、12伏，最高功率18瓦功率；华为 SCP 档位 3.3 至 5.5 伏的最高20瓦功率；三星 AFC 的5伏、9伏、12伏，最高功率也是18瓦功率；高通 QC 3.0 的5伏、9伏、12伏 3.6 至12伏；PD 3.0 65瓦 PPS QC 5；PD 3.0 点进去，固定档位一共有5个。最高档位20伏 3.25 安65瓦 ，PPS 档位 3.3 至20伏的3安。这个 DCP 和 Apple 2.4这2个是基础功率。这是这个充电器 Type-C 2口所支持的充电协议，它没有了华为的2个档位，但是三星的5伏、9伏、12伏还是在的，最高功率还是可以支持到24瓦，比 Type-C 1口要高了6瓦的功率。这个就是高通的 QC 3.0 5伏、9伏、12伏 3.6 至12伏，下面就是 PD 3.0 PPS QC 5。PD 3.0 跟 Type-C 1口是一样的，最高档位20伏 3.25 安65瓦 PPS 它的规格也是一样的，然后基础功率少了一个 Apple 2.4 DCP 还是在的。这是这个充电器 USB-A 口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华为 FCP 的5伏、9伏、12伏，最高功率也是18瓦；三星 AFC 的5伏、9伏、12伏，最高功率24瓦功率。QC 3.0 的5伏、9伏、12伏 3.6 至12伏，这里还有个 SFCP， 这是展讯的一个快充。然后这是 DCP Apple 2.4 2个基础功率，有了这2个基础功率，就可以为小功率的设备进行充电。手机的实际充电部分，我们先用这个红米的 Loto 11T Pro， 我们来看一下功率。如果功率超不过20瓦，我们就不采集数据，只能显示快速充电，因为这些充电器它是没有小米的私有协议，实际功率化的最高也就是个15瓦左右啊。OPPO 家的手机，我们就用这个一加的 AC13 来测试一下它的功率的情况，显示正在快速充电，但是这个实际功率的话，大概就是个17瓦左右啊。绿厂的协议的话，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它的功率不高。这一部手机是 vivo 家的 S19， 是一个最新款的一个手机。我们看一下它的功率会有多高，目前还有 4% 的电量，可以显示 vivo 家的闪充标识，功率还在继续的攀升。
我们直接采集它的数据。这一个 S19 充了接近半个小时，我不敢充电了，这个波动的太厉害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最低的功率9瓦，最高的功率27瓦，一直在波动这半个小时时间。这个应该是协议不匹配的原因造成的啊。我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波动的这么厉害的一个充电曲线。然后我们看一下温度，就充了半个小时，它的温度就直接上到56度。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27度左右。这一部手机荣耀100，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机会不会像刚才一样波动的这么厉害啊？可以显示超级快充60瓦，实际的功率的话还在攀升中。我们采集一下数据看看。这个荣耀100充电已完成，现在是100的电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个充电最高的功率有52瓦的功率啊，一目了然就看到了。然后降了一下功率啊，40瓦的功率充了2分多钟，再降到34瓦的功率又充了2分多钟。后面的话一直就是32瓦左右的功率，充到90%就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这个手机从20%左右的电充到100的电，只用了30多分钟时间，充电速度还算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看一下整体这个充电曲线图，一样的有1个、2个、3个、4个、5个，一共有5个波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温度的话，最高温度是58.3度，我们室内温度还是27度左右。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我们直接用这个12 Pro 来测试。有很多网友问我的视频是用什么相机拍摄的？其实我没有用相机啊，这个就是我平时拍视频用的设备。目前这个手机还有18%的电量，我们直接采集数据。这个12 Pro 已经充到86个电了，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最高功率17瓦左右，只充了大概2分半钟时间，然后降到15瓦左右的功率，15瓦左右的功率大概充了7、8分钟时间，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这个中间有一个峰值功率可以到了22瓦，这仅仅就是一个峰值功率啊。后面就是12瓦左右的功率，大概充了10分钟左右，然后再降到9瓦的功率，充了几分钟就充到80%，从21%的电充到80%的电，一共花了38分钟，符合苹果手机正常的一个充电速度。我们来看一下温度，从苹果手机它的功率不是很高，它的温度的话最高就只有44度，我们室内的温度26度左右。这是个纯 PD 的充电器，对于这些 PD 充电的话，它就完全没有那个波动的情况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苹果充电的曲线。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测试这一个充电器在65瓦满功率输出的时候，它的烤机温度的一个情况，还有效率的情况和文波测试的情况。现在就是满功率烤机已经烤了接近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看一下充电曲线图，中间有一个功率断隔的地方，是因为这一个140瓦的模块我没有接上散热器，所以说它温度过高，造成了断了一会儿电。后续的话就是一直都是66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在满功率的输出。功率倒是挺稳定的，温度的话，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啊，温度稳定了我才停下来，它的最高温度一直在70度左右徘徊，在1小时40分钟的时候，功率降了1瓦，估计也是一个温度保护的一个措施，才降了1瓦功率。我们今天室内温度是27度左右。这个65瓦的充电器，我们经过烤机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空调房子里面啊，它的温度都可以到70度左右。如果是常温的情况下，我估计在这个夏天，它的温度还要高几度。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在220伏和110伏工况下的效率的情况。现在这个是220伏待机功耗的情况，插电的瞬间功耗它可以达到接近12瓦的功率。后面的话经过2分钟测试，基本上都是 0.8 瓦。220伏待机功耗 0.8 瓦，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20.5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8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77%。9伏3安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3.1 瓦，这边直流输出 27.5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74%。12伏3安36瓦的功率，220伏输出 42.2 瓦，这边直流 36.1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6%。15伏3安45瓦的功率，220伏输出 51.9 瓦，这边直流输出 45.2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20伏 3.25 安，也就是65瓦的最高功率，220伏输出 70.3 瓦，这边直流 63.1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0%。现在是110伏的工况下，它的待机功耗的情况下，
插电的瞬间浪涌功耗可以达到 3.2 瓦，然后后面的话很平稳的一直在 0.4 瓦的样子，非常的稳定。110伏综合待机功耗 0.4 瓦，5伏3安15瓦的功率，110伏输出 20.2 瓦，这边直流 15.8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78%。9伏3安27瓦的功率，110伏输出33瓦，这边直流输出 27.5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3%。12伏3安36瓦的功率，110伏输出 42.3 瓦，这边直流输出36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5%。15伏3安45瓦的功率，110伏输出 52.2 瓦，这边直流输出 45.3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20伏 3.25 安，110伏输出 71.7 瓦，这边直流输出63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8%。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交流纹波控制的情况。它有5个档位，我们直接测它5个档位的负载纹波。这是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交流纹波输出最高的时候 31.5 毫伏，我们只说最高的时候啊。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交流纹波最高的时候 34.7 毫伏，这个纹波没有超过50毫伏2个档位了。12伏3安36瓦功率的时候，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36.1 毫伏，还是没有超过50毫伏啊。15伏3安4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31.8 毫伏，还是没有超过50毫伏，这个纹波表现很不错了。20伏 3.25 安65瓦最高的功率，这个纹波有点逆天了，大家看一下最高值 11.2 毫伏，这个纹波好低啊，大功率的时候纹波反而降下来了，才 11.2 毫伏。大家看一下这个示波器的适时截屏，这是10微秒级别的一个分辨率啊，大家看一下 11.2 毫伏，非常不错。这个65瓦唯品特 Wacom 氮化镓充电器测试下来，纹波表现确实给我惊喜，但是手机协议支持的话不够完善，如果有 UFCS 或者2个 PPS 档位的话就好了。长时间满功率温度表现也是不够理想。总的来说，这个充电器做个纯 PD 充电器来购买，确实还是可以的。65瓦的满功率纹波，11毫伏的表现，真的是做得非常的不错。如果厂家能够看到这个视频，优化一下它的协议，控制好温度，做个升级，这个充电器的话就完美了。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